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美股目前开始疯牛行情，特斯拉如期大涨，接下来怎么操作？是应该继续加仓看涨，还是短线获利了结呢？今天阿哲除了对于纳斯达克指数依旧会常规的进行跟踪和预测，同样我们对于特斯拉、英伟达、Coin、苹果、谷歌等等热门个股同样会进行趋势跟踪和接下来的走势点位操作预测，那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图版，那么今天阿哲依旧会分为两个部分来讲解纳斯达克指数。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跟踪是我们的103期，感谢各位老朋友的陪伴和新同学的观看。如果你是持续学习阿哲的方法，对于市场中的阴线有足够的见解，那么在市场出现了美国大选事件，在此之前你其实有一些提前的预知，比如说市场在这一天出现了一根阴线下跌，它其实属于防守阴线，而我们曾经说过，防守阴线如果出现在市场当中，只要短期将它的高点突破，我们则认为市场将会持续的上行。那么这个位置没能突破，股价回落，而这一天的防守阴线立马隔天突破。阿哲说过，这是最为强势的防守阴线后的多头反攻信号。那么会发现的是，在近期的行情走势当中，是不是在大选前出现了防守阴线？那么在大选前夕又出现了一根阳线的强势突破，而后股价多头加速上涨。这种大事件的背后，虽然看似无法预测和去跟踪，但是通过技术面上，你会发现价格的本质、价格的内在已经提前告诉你了，这是一个多头的反攻信号，我们应该及时的跟进，那么你就不会错过近期的短线上涨行情。那如果对于本次行情你是踏空的，或者说你的仓位目前还剩余较多，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去操作？阿哲会通过市场的缺口观察以及空间的点位预测来告诉大家这一个答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近期关于市场观察的几个观点。那么在一天前，也就是11月5号美股盘前解析当中，阿哲有讲过关于市场当中的一个机会是英伟达的低点以及特斯拉的触底反攻，而事实证明，在2天之后，我们讲到的当时的观点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英伟达见到了低点，而特斯拉触底反攻，并且因为事件的影响而出现了大涨。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因此把握到更多的机会。那么在11月2号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也有讲过，市场迎来反弹时刻，风险是在大选之后。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讲一下这个大选后的短线风险。那么6天前有讲过，市场当中要回调，美股市场要回调，时间周期2到3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天盘前所发布的视频，而阿哲当时所说的是回调周期2到3天，是不是1天、2天、3天？那么时间周期2到3天，而股价后续出现上涨。那么今天阿哲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把本视频完整的观看，看到最后将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和惊喜。如果你是老同学，那还希望呢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可以为阿哲的视频点赞。那如果是新同学，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次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点击一个订阅，点开小铃铛，那未来呢可以经常来到阿哲频道学习技术分析，学习美股的行情解析。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如何看到市场当中的缺口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行情观点，怎么去使用缺口来进行交易，来进行分析，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现在来到市场的图表当中，你目前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阿哲呢将缺口调动到我们的一个图表当中，你所看到的图表当中的黄色缺口是股价向上产生的跳空缺口，而图中的紫色缺口是向下的跳空的缺口。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市场的缺口其实不断的出现了异动，
那么具体是什么异动呢？你会看到在图表当中，同样的一个价位，同样的一个区间当中，连续性的短期出现了3个缺口。大家要知道，缺口的产生其实呢是很稀有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它代表是一个多方短期的极度看涨，空方的短期极致的看空看跌市场。那么同时在同一个价位连续的出现，那其实说明当下的市场是一个选择不断改变的市场。那么最后它会选择哪个方向呢？是向上还是向下？目前很明确的方向是向上的。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讲过，这种形态叫倒型的反转缺口，股价出现了对称性的缺口，这里是一个上缺口，这里是个下缺口。这种缺口形态是比较少见的，而每次出现反转的概率将是极大。那么我们看一下像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前高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上缺口，而后对称的价位有一个下缺口。那么这是一个相对不太标准的倒型反转，但股价后续呢，是不是也出现了顶部的反转？那在低位出现了一个向下的缺口，左边有一个向上的缺口，右边又有一个向上的缺口，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一个倒型缺口后再来一个倒型缺口。那么股价后续是不是反转向上？我们只需要关注倒型缺口的最后一个缺口，以及最后一个缺口的方向和是否被回补。如果倒型缺口它2个缺口，第2个是向下的缺口，而后股价也并没有短期快速的回补缺口，那么这个缺口方向则是股价看跌。那如果这个位置有倒型缺口，这里又再次成为一个缺口，在2个缺口之后，同样的价位再次出现缺口，我们依旧关注缺口的方向，它是向上的，同时缺口在短期内没有被回补，所以这里的反转将是看涨。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目前的市场有3个缺口。那3个缺口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如果是2个缺口，你要关注会不会在下方短期之内不能回补，而如果短期能够快速回补，那么这将是一个缺口的倒型反转的失败，那么后续上涨无忧，依旧看涨。而当下呢，不只是打破了这一个反转的结构，同时又出现了全新的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在同一个价位再次出现反转之后又反转的形态。因为目前最后一个缺口呢是一个向上的跳空，而且是个大缺口，那么我们就认为目前的反转方向则是重新转为向上。在同一个价位出现的同位的缺口越多，那么最后的一个缺口不被回补，那么方向产生的力量则会越强。阿哲呢，相对找一些纳斯达克指数曾经过往的案例，为大家去进行一个详细的解析。比如大家看到这里是22年曾经纳斯达克6月13号的底部行情，那么当时的市场有出现这种同一个价位不断产生缺口的形态吗？其实是有的。那么我们看到图中这一个价位，那你会发现这一个阿哲画上黄色边框的缺口，它所产生的价位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向下跳空缺口，一个向上跳空缺口？但前方的缺口呢是快速的被回补掉了，所以反转向上是失败的。但是在同样的一个价位又再次出现一个向上的反转缺口，那么此刻没有短期回补掉，说明在这个位置反转形态再次形成。那同一价位同位的缺口连续产生，而最后一个缺口是向上的缺口，所以股价反转向上。我们会发现后续短期是不是出现了中期的上涨行情，而且是单边强势的行情？因为这就是一个缺口的力量。当缺口产生，并且同位缺口多个缺口在同一个空间，而最后是以一个上涨缺口没被回补的形式产生，那么这种反转的力度将是向上，而且力度是不小的。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又比如2018年8月份、8、9月份纳斯达克指数的顶部行情，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出现这种同一空间价位不断产生的缺口吗？我们看到图表当中阿哲所画的黄色方框，
在18年8、9月份的顶部行情当中，你会看见这里是一个向上缺口，以及再一次的向上，再一次的向上，有3次的向上的缺口产生，而同一价位出现，我们认为是行情强势，应该继续上涨。但是可惜的是，在同样的一个价位，在此处出现了一个第4个缺口，而第4个缺口是向下的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后续还没能被回补。那么前方的缺口虽然是上缺口，但基本短期快速回补，而最后同位的缺口是下缺口，而且没有快速回补，后续股价是不是反转向下？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的市场怎么去观察缺口？很简单，我们就看一下这3个缺口是不是目前是同一个价位，而第一个是向上，第二个向下，第3个它是一个向上的缺口，那么它是一个反转向下又反转向上，那么只要第3个缺口不被短期回补，那么美股行情的牛市则在此处将会再次的延续，再次的进行。那如果后续真的越往下跌，只要这个缺口不被回补，往下跌就是一个机会。大家如果是老同学，听到阿哲的这个观点，应该会特别的熟悉，因为在不久之前，我们本周刚讲到了一只个股，那只个股呢就是一个特斯拉，而特斯拉当时我们是不是也用缺口来分析？那么那个时候阿哲有讲到一点，就是这一个缺口和左边的缺口构成了特斯拉的倒型反转缺口，前面是下跌，右边是上涨，所以目前的缺口方向是看涨反转向上。那股价呢，在不产生第3个缺口的前提下，出现了回踩这个缺口，那么只要往下跌，它就是机会，你要找的就是一个止跌买点，仅此而已。那你会发现效果是不是并不差，而且特别的好。那么上一期视频我们明确讲到了买点就是一个阳线，而这一天给到的是仿包阳线。阿哲相信上一期视频如果你认真听完，那至少这个买点你是100%能够给到机会你去把握的。这是特斯拉我们上期视频的观点。我们现在看回到纳斯达克指数，那你就会知道了，目前的操作的手法，操盘的逻辑是一样的。股价后续刚往下跌，你就应该找止跌的机会，不回补缺口前止跌都是买入的机会，再次上车的机会。这是有关于第一部分市场的缺口观察。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叫空间的顶底测算。那么所谓空间顶底测算，是阿哲呢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做的盘前解析，其中会提供的有2个部分。第一呢是盘前的市场技术面的相对正常的趋势分析，第二部分是市场当中的预测信息，是当天市场当中有可能达到的最大涨幅以及最大的跌幅。那么根据这个预测的点位，我们可以去跟踪市场的趋势变化，是上涨还是下跌。阿哲也有一些具体的使用方法。那么这一个方法，这一个空间的预测，阿哲从10月1号开始跟踪到了现在11月，而这个方式阿哲会持续的一直跟踪。所以如果你是订阅观众，那记得呢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则信息。阿哲想问大家，你是否有一个方法敢公布到大众的眼前，并且每天都去计算，每天都去预测，每天都是跟踪呢？是不是很少见？但是阿哲在近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一起来验证阿哲的这个空间技术是否有效，以及是否能够长时间的保持有效。如果你是订阅观众，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点击阿哲的一个助教老师的链接跟助教老师说一下你是订阅观众，那么希望能够加入阿哲的粉丝群组，一起学习，一起跟踪美股指数的市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关于空间点位预测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看到预测信息当中的一句关键的话语，这个地方它有2句。阿哲一般呢会预测市场当中的最大涨幅日内可达到的高点和日内跌幅可达到的低点。那如果开盘市场就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这种行情是多头极强的表现，
一般是短线会持续看涨。那如果出现的是开盘就跌破预测低点，那这种是一个极端的空头表现强势的一个行情。那么是不是阿直在大选前还没有公布结果之前，就让大家去关注了每天所发布的这一个点位？很简单，你不用管其他的，当突破了高点就看涨，当跌破了低点就看跌。那么是不是在这根阴线出现的时候跌破了预测的低点？阿哲当时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告诉大家，预测技术目前是看空的，不能买进股票。而我们发现，在当时这一天11月5号，市场呢开盘就突破了阿哲在群组当中所预测的最大的涨幅、最大的高点。那么也就是说明开盘就意味着多头极强，那么市场将持续的看涨。那么这还没完，你会发现在第二天市场所预测的最大的涨幅在这个价位，而股价开盘又出现了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呢，阿哲也曾经有说过，如果激进的同学你可以日内去追涨，之前回调没有买进的，那么你可以去找日内的追涨点位，不是不行。不过想追就得趁早，短线获利则要记得跑，因为越靠近周五越容易遇到短线的高点，越靠近周五则风险会越大。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不管是订阅了阿哲没有，你都要相对小心。从这一根2根大阳线之后，目前的美股市场还能继续加速吗？短线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在2天的加速之后，大家要切记，短线的获利了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越靠近周五，风险将会越大，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如果你听到这里，对于阿哲的方法、对阿哲的解析，你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希望大家呢能够点个订阅。订阅阿哲之后，如果你是新同学，你可以领取到3重的福利。第一个，可以加入到粉丝群组，接受阿哲的知识答疑。第二，是有每天美股盘前的解析、点位的空间预测。第三，是有进阶的知识点，更加高端的操盘技术分享。同时还有内部直播的教学，是公开场合无法听到的内容，是阿哲呢在公开频道中不会讲解到的知识，这是内部不公开直播教学。如果订阅阿哲，那么你可以在阿哲的下方评论区置顶链接当中找到助教老师，领取这3重福利。那么像本周我们的课程是有关四维操盘体系，关于量价时空的学习。那么如果你是新同学，错过了本周的直播，那么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一下回放。只要你是订阅观众，是阿哲频道的粉丝朋友，那么就可以持续的去学习到内部不公开的内容。那么本周阿哲分享过2个关于市场当中的时间预测信息，同时呢有 Jacky 老师分享的成交量秦牛数，以及裸 K 如何去做交易。这4节课程是本周我们的内部福利。如果你是刚订阅阿哲，那并且错过了市场直播的，那么可以在加入阿哲频道粉丝之后，可以去跟助教老师领取这4节回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收听。以上呢就是阿哲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美股的走势短期的判定，希望大家要有所注意短线的获利了结。但是中长线，阿哲是很看好美股的牛市反转。那么接下来阿哲会讲到第2部分，关于个股的解析。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个股列表。今天我们要分析以下的5只个股，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Coin、苹果、谷歌等5只个股的近期走势和短线的走势判断。现在各位所看到的图表是英伟达的图表。那么在上期视频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你如果在操作一只个股，你想要去交易一只个股，长时间的去跟踪你所看好的公司，那么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案，就是你看一下你手中的个股，它是否处于一个绿色的飘带当中，它是否是一个多头持续强势的趋势。当市场处于绿飘带，说明中长期，说明它的一个短期、中期都是多头看好。那么在这种资金持续的累加，多头趋势持续的强赚的这种市场当中，我们只需要等待它的回调绿带止跌作为买点即可。而市场当中只要回调到绿带就是机会。
那么在上一期视频，我们是这么去告诉大家的一个特别有效的右侧跟踪趋势的方法，只要回调不跌破绿带，股价重新突破绿带之上，则作为买点。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交易点位。当时阿哲还说了一个相对激进的，就是突破前方长上影线就可以作为买点。当然呢，这一天的英伟达比较强势，一根阳线同时构成了3种点位都可操作的一个阳线，所以这一天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时机，这是一个低点区域。而后英伟达出现了一个上涨，目前打破了前高。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我们看到下方，大家注意了，下方是一个 BBD 的资金指标。那么前期股价的下跌，阿哲曾经说过，最好这种回调是不要跌破这个零轴的，也就是图中的蓝色线。那如果跌破，意味市场将会走弱。那你会发现这一天的阴线跌破了，股价后续是不是出现了较为短期的大跌？而如果股价在下跌当中没有有效的去产生跌破这个零轴，你会看到这一天跌破零轴，是一根阳线，第二天立马就站回，所以股价产生了一个绝佳的买点。那么从这里开始跌破之后没有立马的站回，所以股价呢出现了一个短期的调整。而目前底下的绿色资金还是没有站回到零轴之上，所以你看价格，英伟达好像很强势，有跳空缺口，有创了前高，但是资金告诉你，目前还不能真正的算强势。所以英伟达目前的行情，在我们买进之后，虽然上涨了，很开心，但是能不能波段继续看涨呢？它还需要继续的验证。那我们怎么去验证？大家注意了，一般来讲，在我们横穿或者说下跌跌破了零轴和上涨穿过了零轴的这一根 K 线，这一个资金所对应的 K 线一般是关键 K 线。比如说如果下跌横穿了这一个零轴，它这根 K 线将是一个防守位，而如果上涨穿过了零轴，那么它将是一个压力点位。股价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那么一般回调无忧或者说不有效跌破。那股价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一个压力，则正常来讲则是一个上涨衰竭的信号，它只是一个反弹，哪怕再怎么价格强势，资金告诉我们它只是反弹。所以目前的股价英伟达即将穿过零轴，你要关注那根 K 线，大概应该是今天就会产生。我们看一下前期的一些行情的表现，比如说在这一天出现了穿过了零轴。好，穿过零轴，第一点有没有被有效跌破？没有有效跌破，那它就是一个回调。那么这种回调则无伤大雅，没有什么威胁性。那股价后续有在跌破零轴吗？没有，直到这一天。好，那么这一天所对应的一个价格是谁呢？你会发现是这一根大阴后的10日线，股价后续是不是跌破了？而后是多次的在这里震荡跌破，而后反弹继续下跌。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不是简单的回调，它是一个风险的出现。那么在这种图中，你会发现这一个地方有上穿，是吧？它是一个上穿了零轴，上穿了零轴是一根绿 K， 那么它就是一个压力，而股价并不能够突破，所以它只是一个反弹，后续继续下跌。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股价出现了上穿了零轴，并且能够突破。所以这里呢，不只是反弹，容易继续延续上涨。这一天突破之后，则是一个追涨的机会。阿哲呢，一个一个为大家去讲解。那包括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跌破零轴？那么股价后续继续下跌，则会延续下跌。那直到后面可能在这里重新的震荡站回。那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根 K 线是反弹当中出现，而底下的绿柱穿过了零轴，那么它的高点就是压力，不能突破，则将出现一个震荡回落。那股价当后续能够有效的涨上去之后，行情才开始启动。那包括我们现在，你就要关注一下有没有一根绿柱会上穿零轴，上穿之后，当天的 K 线将会是一个压力。如果市场并不如我们所想的强势，将在这根 K 线的位置见到一个短期的高点。今天保持上涨，
或者说出现类似的创新高，大概资金就能够穿过零轴了。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英伟达目前虽然很强势的感觉，但是资金方面还需要再次的去确认，这是接下来阿哲要跟踪和关注的对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特斯拉的行情。特斯拉呢很简单，我们之前用缺口把握到了这一波上涨，现在我们继续用缺口来去判定后续的行情。在出现了一个低位的反转缺口之后回踩，而且是连阴空方宣泄的情况下回踩了下方缺口，止跌就是一个机会。那么反过来，目前的上涨短期两根阳线中间有个加速之后，股价遇到了上方的缺口，而且目前是把上方的缺口已经回补，这个缺口可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被回补的。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很长时间，并且我们看一下它的成交量是否是一个大量。阿哲呢把成交量放到下方的一个行情当中。我们之前有说过，有一种缺口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大量，它还是一个大缺口，而且呢长时间没有回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成交量是不是相对也有一个阶段的高量？好，阶段高量所产生的一个缺口，那么将是一个核心关键的缺口。何况这个缺口长时间不回补，它压制股价一直在底下调整，并不能够将它突破。而目前的特斯拉则有望在近期借助着大选的这种情况下去进行一个突破。我们看到已经是完全的回补了缺口，但是股价没有站在这个缺口之上。那么曾经我们有讲过，缺口代表是压力，而目前的价格虽然说把缺口补了，但是股价的收盘却没有站在这个缺口的上沿之上。这个缺口的区间是多少？是 289.520 和 280.930。 目前价格是没有突破 289.520 的，那当前是 288.530， 也就是说仅有一点的差距，也就刚刚好是一点的差距。那么这一点的差距能否在近期本周收盘突破呢？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一点。那如果不能突破，将会产生什么的事件呢？这一点大家也要小心。好，那我们看一下，当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缺口，并且这个缺口后续被回补，那么往往会产生一种现象，如果缺口是向下的缺口，而且这个缺口足够的有重量，它呢没有快速的被回补过，它呢是一个大缺口。好，这种情况下，一旦缺口被回补，而收盘不能够去有效站上，那么一般它会有调整，每次碰到都容易有调整，直到呢能够去突破，才会有行情的出现。而再次的跌破这个缺口，那么市场将继续走为下跌那如果是一个向上的缺口也是一样的，上缺口出现，股价如果回补了上缺口，那么价格往往短期会往上缺口的方向运行。股价的下缺口被回补，那价格呢容易往下走。那股价如果是上缺口被回补，那价格呢将会往上走。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它很有效。我们也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这种行情。那么市场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缺口，而且很长时间没有被回补？而这种长时间不被回补的缺口一旦被回补，那么价格往往会往缺口的方向运行，前方是下缺口，这一天是上涨回补，那么价格就会往下运行。当然呢，这里你要去看一下它能不能站稳这个缺口，突破一天，第二天就跌漏，不能站稳，那么就往下走。当前的缺口是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而目前的缺口只差一个点就被站上。你要关注特斯拉目前的情况。之前阿哲在这里提醒了买入的一个机会，如果没能买入，或者说你买的不多，那么现在是否能够加仓呢？阿哲不太建议，因为目前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他把前方的缺口补了，这个缺口还是很重要的缺口，那么正常的逻辑补了重要的向下跳空缺口，那么股价则6-7成甚至呢更高的可能它会往下走。那除非这里收盘再来一根强势的上涨阳线，那么价格后续也不跌漏这个缺口的上沿，那么价格后续就能够持续看涨。但当前还不能够如此的去肯定，我们需要继续的跟踪，
接下来的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oin， 那为什么看的是 Coin 而不是其他的个股？这是一个比特币相关。那么在大选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比特币是不是出现了明显的大涨？那么所对应的个股呢，也明显有所波动。那么曾经阿哲讲的比较多的是 MSTR， 因为在 MSTR 的行情当中，市场是不是依旧是跟英伟达同样的操作策略？股价是在一个强势的波段当中，是在绿带当中，是一个中期、短期看涨的行情。那么市场只要出现回调，不跌破绿带，等待止跌买点，是吧？回调不跌破绿带，止跌买点包括这个地方回调不跌破绿带，等待止跌买点。但是 MSTR 在近期虽然依旧是遥遥领先，在波段上依旧很强势，但一来它的价位比较高二来呢，在市场创新高的时候它没有创新高，所以目前阿哲觉得在当下的行情 MSTR 的资金是有所迟疑的，它可能会有所撤退。那么这一个 MSTR 它出现的是一个决策的阴线，它是个假阴线，除非今天能够强势的反包这个假阴线，不然短期内调整的概率会大于上涨。如果能够去突破假阴线高点反包，那么后续才能继续看涨，否则这将是一个风险点位。那包括曾经讲过的 MARA 也是如此。那么它是不是也是在绿带中？但是这个绿带呢，相对是比较弱的，多次的跌破。好，曾经在这个地方阿哲讲过，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后续呢，只是一天的冲高就顺势下跌，因为市场的一个徘徊不定，所以导致波动的加剧。而现在是再次跌破绿带，再回到绿带之上，所以理论上来讲，它也应该是个机会，但是它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一个它呢也是没有创新高的，第二个是绿带跌破了，所以它不算是一个很强势的比特币的品种。那么像 Coin 就有所不同， Coin 的话呢，虽然它也是绿带不够强势，但它跌破之后至少是以连续的阳线启动的，其实有效的跌破就这么一天，而后都是收阳的，这比 MARA 要好一些。那么它另外一个优势是，它比 MSTR 它的所处趋势的价位，所处的波段价位也是要相对偏低的。而目前我们简单画一个趋势的走势，是不是下跌反弹再下跌，而后反弹回撤再上涨？那你会发现它走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反转形态，市场当中一根阳线，大阳线，并且是应该是倍量的阳线跳空缺口，直接突破了左侧的压力点位，那么这构成了一个反转态势，而且股价是一个初次反转，比起 MSTR 的高位呢，它的性价比可能会更吸引资金的到来。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走势，下方的资金，我们刚才说 BBD 是不是一旦穿过这一个零轴就可以关注？好，也就是说这一个价位它的高点 257.68 将会是短期的压力，而如果股价能够收盘站在 257.68 之上，则这里不只是一个短线的上涨，它将会有持续性。我们看它前期，包括这个点位是不是也是向上突破，而后没跌破继续向上走，那么股价则还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那我们再往这边看，这里呢是一个向下穿过了零轴，而后跌破了，跌破则是风险的持续，还有风险进行。看到这一天，它是不是一根上穿了零轴的绿柱？那高点呢就要关注了，高点一直不能突破，而且很久的时间都不能突破，突破一天，第二天立马跌落，同时它在绿带上，所以空方占优，它这里则大概率是反弹，后面是风险。那么我们目前就可以看到这里了，它就是一个上穿零轴。那么你看一下 257.68 Coin 能不能再次突破？再次突破，它则是一个追涨的点位，以 257.68 为近期的入场线和止损线。接下来我们看到苹果 AAPL， 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到苹果的一个信号叫做波段底，或者说叫波段钻石。这个信号呢是专门阿哲用来在下跌途中去抄底的，去找到波段底部的。那么目前的苹果肯定算不上是强势股？强势股呢是前面阿哲所讲的那几只，而这一只个股一呢没创新高二呢也没有什么向上的缺口，
所以比起目前市场纳斯达克指数下的其他个股，苹果肯定不是强势的，甚至是弱势的。那么这只个股呢，唯一可以去博弈的就是这种超跌之后，市场后续调整时它的一个补涨的机会。有可能有些资金不敢去做相对高位创新高大幅上涨的，比如说特斯拉，比如说 MSTR、Coin 等等的个股。那么有一些资金就有可能会找寻这些基本面不差，没有任何问题，可能在大选后还有所受益的个股，那么就会在这种地方可能会被资金去埋伏、去买进、去博弈后续的补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点位，这个钻石是不是出现了突破？阿哲讲过，这个位置的突破，它就可以作为买点。而突破之后，如果有阴线下跌，跌破钻石 K 线的高点，则止损一半；跌破钻石 K 线的低点，则全部离场。所以呢，以这一根钻石 K 线的低点作为目前的波段底部，而苹果只要不跌破，后续的股价就持续看涨，直到创新高之后。这是苹果的走势，我们目前所能去说到的。以这一天11月4号的低点为止损，后续保持在这之上，则持续的看涨。它呢，可能是目前有一些不敢追高的朋友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方向，找群前期超跌，而后目前有机会反转的个股，它也是当下的一个操作的策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谷歌。那谷歌呢，不能说完全在大选之后是会有受益的啊，因为呢这些基本面上有一些不同啊，和苹果呢有些差别啊，但是呢它至少啊不是一个会受害的。好，那么谷歌它是不是有向上的缺口？它虽然呢也没有创出左侧的高点，但是它比起苹果在技术面上是有所强势的。好，我们看到前方这个地方是上穿了零轴，然后这根 K 线立马被突破。股价追涨，第二天大涨，而后续的回调，谷歌它有跌破零轴吗？没跌破零轴，它是属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回调，而目前有了一个反包的资金柱啊，比昨天的流出柱要更多，所以这一天其实是一个回调的买点。而我们看到它的缺口是 172.097 到 175.040 区间。这个缺口的存在和左侧的向上的缺口其实有所对应，那么一个是向上，另一个也是向上，两个上缺口都在同一价位，所以这里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支撑，股价后续只要不把这个缺口再次的快速的有效跌破，就是看涨的。所以目前的谷歌也可以以缺口为准，以下方的 172.097 作为一个防守。只要不收阴跌破，那么这个地方下来也是机会。那目前构成了第一次的回调买点。那么我们看到谷歌是不是在前方的低点的位置 148.2 后啊？第二天就是一个钻石 K 线。好，钻石 K 线的高点后续被突破，又没有跌落，所以它是一个机会。而苹果目前我们就去期待它能不能有这种机会的出现。我们曾经呢是怎么去关注到谷歌的？那么之前我们有画过一个走势，就是下跌、反弹再下跌，而后再次上涨、回撤，而后去突破。那么是不是说过这个底部反转，它是一个颈线位的突破？那颈线位的突破后回来就是机会，之后它也没有跌破颈线位的支撑、颈线位的这个点位，而后再次启动。那后续如果你做的是波段，甚至你看的是中长期，那么也是一样的。在这一个颈线位的价位之上，谷歌依旧是机会，下来不跌破都是机会看涨。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为大家去讲到的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分析，以及特斯拉、英伟达、Coin、苹果和谷歌的走势判定和一些交易的策略制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当下的美股虽然在短期大涨之后，短线有获利兑现的需求，但是中长线阿哲依旧保持看涨。希望本期视频的观点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